春天，有一群教客会从澳洲飞越5000多公里的距离来到台湾。他们是以鹬科、横科为主的候鸟，在台湾短暂停留后，会再继续飞行5000多公里，回到西伯利亚繁殖地。然而，他们的旅程却面临着重重危机。因为东亚澳迁徙线上沿路的开发太严重，我们的泥滩地，包括彰滨、中国沿海等等，其实开发都非常严重。所幸有一群人正在为这群候鸟而努力，希望他们在旅程中能够充分休息，顺利回到繁殖地。我以为以前都鱼窝里面是养鱼的，不是养鸟的。现在变成可以让鸟有栖息地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想法。我看到红胸碧玉了呀！你怎么知道那是红胸碧玉？我都不知道。跟刚才那只一样。这天，在宜兰县五节乡的季兴社区，有一场特别的赏鸟活动。我们今天出现一个新的伙伴，叫做番石鹬。番石鹬套，番石鹬通常是来自澳洲最南边的塔斯马尼亚。那其实 Facebook 上面就已经可以看到他们调查的结果，想说找机会你来试看看跟谁一起调查的感觉是什么。为什么赏鸟活动不是办在山上或海边，而是养殖鱼塭呢？故事要从这场活动的带领人林哲安说起。有尖尾鹬、红胸滨鹬、长子滨鹬、小青竹鹬、番石鹬、高跷痕，大概9种吧。对，都是橘黄色的。29岁的林哲安是有着20年赏鸟资历的资深鸟迷，他从小在宜兰长大，对20年来鸟类栖息环境的变化颇有感触。在宜兰，鸟类的栖息是越来越差。主要原因是我们水稻田大量的消失，那水稻田大量消失，其实就是影响到那一群冬候鸟。为什么水田对于以鹬、横科为主的冬候鸟如此重要呢？它同时符合几个特征哦，它是水鸟，它脚不长，它不会游泳，它吃肉，它不吃素。这些吃肉却不像老鹰会打猎的鸟，主要的食物是泥滩地中的小型螺贝类、螃蟹等生物，而水田正是一种与天然泥滩地高度相似的环境。为了减缓水田消失的速度，林哲安在2014年与几位愿意投入友善耕作的农民创立新南田冬米品牌，希望为候鸟留下更多栖地。我就要落来烤皮啊！这就是若无烤起来，即摆出起来吼，出起来，别日就这个籽落落在山顶，别日烤袂了。他们耕作时不使用农药、除草剂与化学肥料，但要让鸟儿回来，这么做还不够。今天你是一只水鸟，可是你是一只害羞的水鸟，你喜欢躲在草丛里面生活。可是这一块友善环境耕种的田没有给你草丛的话，你会来吗？野姜花的作用，它其实就是做一个阻拦，做一个区隔。你有一些动物它比较害羞的，我们这边都是住家，那它会在那个地方，它会有遮蔽嘛，就不会影响到它的生活作息。它既可以躲着，然后又可以觅食，然后它就会回来，所以这就是栖地营造的目的呀。目前田冬米的生产面积共有8甲，还有另外3甲农地，透过与林务局罗东林管处的合作，在冬季休耕期配合栖地营造，维持水田水位，以符合鹬科、横科鸟类的偏好。
所以我们新南这边正好调查结果呢，冬天就是玉衡是最主要的，最多的一次曾经调查到有87到88%的这个比例都是玉衡科这群水鸟，所以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能够把水放成泥潭底的话，对这些渡冬的玉衡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。所以我们都会希望农民在秋冬休耕的时候，把水位放干成5公分以下的那种泥滩地。生态沟也是田东米的栖地营造措施之一。这个种水稻的过程之中，其实要晒田2次。所谓的晒田，就是说我们把水排掉，让田里没有水，让田干干的这样子。可是我们田里面都是水鸟，那在晒田期间，水鸟去哪里？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做了这个生态沟。生态沟跟这个田是属于独立灌溉，就是它可以跟它分开灌溉的。那到了晒田的时候，我们只要把生态沟这边堵起来，堵起来，这边就是一个独立的水域。所以后面的田晒干了没关系，鸟就可以来我们这边使用这个生态沟。此外，林哲安也发现，为了施肥抑制杂草，撒在田里的米糠意外成为鸟儿的食物来源。他们也刻意在收割后留下部分在生稻，让鸟类取食。后来意外发现，撒了米糠的田，鸟会来吃，而且是吃肉的鸟会来吃，就觉得很神奇。后来才发现说，原来米糠很可能是米糠里面有长虫。你吃了米糠，你要回馈给我，你就大便嘛，你就排泄嘛，你吃了米糠，你排泄进来，我又有肥料，这也是一个良性循环。透过水田栖地营造，田东米的伙伴们在冬季为候鸟提供了休养生息的环境。如果我们不能够让水田面积回到从前的话，我们可以试着改善水田的品质。不止水田消失，从韩国、中国到台湾，整条东亚澳千禧线上的开阔泥滩地，有许多都已成为水泥化海岸或工业区，使玉衡科鸟类面临严重威胁。例如彰滨工业区的开发，就使大勺玉的数量急剧下滑。另一种原本十分普遍的大冰玉，20年来全球数量锐减77%。所以从我刚开始赏鸟的时候，它是没有保育等级的。那到了现在20年后，它现在是 IUCN 的红皮书里面的濒危，濒危就是跟黑面琵鹭同一个等级。那另外还有一些也是濒危，譬如说像我们叫玉玉，又叫做红腰勺玉，它很大一只它几乎是玉衡科里面最大型的鸟，嘴巴非常的长，对。那它全世界也只剩下1万只左右，全世界哦。这些面临生存压力的玉衡科鸟类，虽然只是短暂过境台湾，但在台湾有没有吃好睡好，决定它们是否能顺利回到西伯利亚繁殖。很多其实鸟的飞到一半，可能就在海上，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看到，可是其实数据上其实还是有显现，每次南迁北返的过程，其实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体力不支的个体。然而，新南水田却无法守护到春天过境的候鸟，因为4月的宜兰水田秧苗已经长高，在他们眼中是一片绿油油，不是可以栖息的泥滩地。什么鸟？高跷痕、红胸滨玉、长指滨玉、鹰斑玉、青竹玉、小青竹玉，全部都挤在一池里面。幸好林哲安发现，兰阳溪口南岸季兴景众社区的余温，在某些时段也有可能营造成供鸟类栖息的泥滩地。在罗东林管处的支持下，他与伙伴们开始推动余温的栖地营造。右边这只是大冰玉，左边是黑尾。但是之前也有发现说，黑尾玉就是很长的时间都是可以在余温的环境觅食。那也有些鸟类可能是早上的时候来这边觅食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回到我们南洋溪这边休息。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说南洋溪的附加栖地，是一个南洋溪跟季兴都是同等重要的一个栖地环境。
5月上旬，季新社区养殖户林耀清开始准备进行下一季养殖。他跟另外3位友善水鸟合作计划养殖户，刚刚送走一批远道而来的教客。你甲迄个林务局4月底迄个计划结束了后，最近有看到鸟仔来食无？真少啊，较少款鸟啊，拢较长长的无，红较长的款。其他的什么保育类拢无？无拢无啥看。所以讲，因这哦，小姐真厉害，可能拢知影这期间伊就走啊有看。好，他们这边主要是养白虾跟香鱼苗。对，那白虾的部分大概是每年的5月左右吧，就会开始放养，会到中秋节的时候收成。那有的人就只有养白虾而已，那有的人会再接续着养香鱼苗。对，那如果他有养白虾又有养香鱼苗的话，他就几乎是一整个年度都有在使用。那以我们这次配合的池子这几个人来说，其实大部分都是只有养白虾而已。是这个时间开始去拍区啦，拍区了就是要有杀菌。候鸟春天过境兰阳平原时，大约是白虾养殖户结束上一期养殖，准备把水放干，进行晒池作业的时间点。陈文旭便与养殖户讨论，是否能在一个完整的时段中，将余温水位维持在接近泥滩地的状态。是即摆伊要看鸟，阮才较早抽互伊，啊无阮抽还佫一个月才有抽到。嘿啦。嘿啦，我毋免那早抽。是有条件就对了。嘿啦。这拢捌看啦，即款拢捌看，啊，迄天有看一只鸡啊，伊有一只鸡啊，啊像这嘛有了。饿坏了的黑尾鹬像是上了发条一般，在余温开心觅食。只不过对于部分养殖户来说，并不是所有鸟类都会受到欢迎。伊平呀，我拄仔咧甲伊讲话个吼，伊平就是饲咱这生鱼材啊，啊那通家鸟啊，这海鸟嘛是直甲吐去啊，一尾拢2块外直吐去啊，伊嘛是惊鸟啊。啊，这味啦，这款鸟味，这款鸟拢较水啊甜啊，伊也袂安怎栽落去吐啊哩。伊拢伫遐飞吐，你甲讲拢喙甲我来去看，拢伫这土地安飞，你毋知食啥，咱嘛毋知。从聊天过程当中会发现，他们会说他们最讨厌就是北莲溪啊、暗公啊，或者是海鸟啊，就是燕鸥那一类的。其实他们自己知道，他们认得出来，对于他们养殖有害的是哪些鸟类。那所以我就会透过照片吧，就是我会输出一些照片，让他们看说，哪些东西是对你的养殖有影响的？那我要的是哪些？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？幸好玉衡科的食性与养殖业没有明显冲突，让为候鸟开餐厅的构想成为可能。是讲有候鸟啊过境啊，有交有的栖息地这样子。合作养殖户主要的工作是要将水位维持在适合的高度。有啦，那个陈小姐有时候说，因为上次太干了，抽的太干了，然后她说要放一点水下去，因为要有水它才会，就像今天这样，有一点水它才会是比较多这样子。在多雨的宜兰，自然降雨也可能让余温水位过高，这时就需要抽水。他们的意思是说，你那个标杆不要超过水，不要超过红线。啊，如果有超过红线，他们会通知我，把水再抽干一点。用意就是说，你水太深，候鸟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栖息。维持水位的工作之外，你们还需要做其他事情吗？就是维持水位而已。啊，再来就是欣赏鸟类啊。维持水位对养殖户来说是额外的工作，抽水也必须多花电费。因此，罗东林管处参考生态系服务功能补偿的精神，包括新南社区参与栖地营造的稻农在内，都能获得一份生态薪水。他在保育水鸟的这件事情上，他必须多花一些工，
比如说他用人力去除草，他不用除草剂，他就要多花工。我觉得泽安有一个词啊，就是生态薪水的概念，我觉得也不错。它就是一个我们给付他一个薪水的概念，它有一个对价，但是他就要去做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工作，包括栖地的营造等等。哦，但是它不是一个补贴的概念，它跟那种休耕补助是不一样。季新社区的渔温与新南社区的水田，并不是各自独立的保育行动，而是有着生态系缝补的重要意义。这两个社区一南一北，与中间的南洋溪共同构成鸟类的栖息地。冬天来台湾渡冬的候鸟，它有一个除了南洋溪口以外，它有一个多一点的一个延伸的栖地，它可以在这边觅食，然后可以在这边休息。那这是一个地景上、空间尺度上的串联。那我们在南岸的这个季新景纵，它也是毗邻这个南洋溪口水鸟保护区，但是它主要提供的是春过境的候鸟。这个春过境的候鸟不但提供是一个地景上的一个串联以外，它在时间尺度上，它也提供了一个串联的效果。2020年开始，新南的水田与季新的渔温正式被整合进东北区国土生态绿网计划中。这个计划与过去的保育模式有什么不同呢？那圈地保育就是通常就是政府看到作为一个调查之后，它就是我们就是去现场去跟他讲说，跟民众讲说，我们这边为了要保护什么什么的物种，然后我们希望把它划成一个保护区。我们就是要尝试让他们在地能够去根本性的去扭转这样子的价值，让他们理解友善农业、友善生产跟它这个是保育是不相冲突的。就是大家互惠这样子，如果他们刚好有放干的部分，然后就是又可以给鸟可以有食物可以吃的话，其实是还不错的。台湾目前已有1/5的陆域国土面积被划设为各类保护区，但在地下人抽的情况下，仍有许多保育类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在保护区内。国土生态绿网另一个重要目标，就是希望能庇护这些动物。以前很多东西看不到了，但是现在很多东西它回来了。那些东西在你记忆里面，原本以为它可能不会再出现了。但是你现在再看到它回来了，那种心里面那种感受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比拟的。重点伊就是要有吃过冬，敢若经过有物件通吃，敢若过境旅馆好食物件，食超饱者，甲搁陪别位。5月中旬，玉衡科候鸟已经陆续返回北方的家园，期待它们再度来到台湾时，过境旅馆仍为它们持续开放。